小少爷，甄姑娘，你们怎么来了呀？说我爹说被需要妻子我出面请圣上薛老爷子，请你让我接妻子母医院吧。长官，求你了，求你救救我爹吧！好，我这就进去通传啊！你们等一下。站住！不许去！小爷出来吧！陈家三爷已经把薛神医请过来了，应该无什么大碍了。这个田绛月，心里攸关的事情，他竟敢这么做！薛神医，如何？齐老夫人、大少奶奶，晚了一步，若早早能下一剂猛药，兴许还能挺过来。哎。终究是来迟了。景福，景福。我儿啊，也不怪你。也不怪你。景福，景福，你不是说要带我们回一县吗？你说那是我长大的地方，你答应过我们的。景福，你要是走了，谁来照顾我和真娘还有正良啊？景福，爹，先生医不是都来过了吗？他一定能治好你的。景福，景福。娘，名字从族谱上划掉，我们就跟李家再也不是家人了吗？哪怕不是家人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，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？真娘，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我们管不了别人，我们自己做事要对得起天地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从今天开始，忘了那个家吧，这才是我们的家，记住了吗？好。好了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。明天啊，娘就在这儿摆一张蚕床，咱们养蚕。等蚕宝宝长大了，吐丝结茧，就能给真娘做一身新衣服，再给哥哥换一双新鞋。但是真娘要帮着娘去采桑叶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还要在屋外呀摆一张凉床，秋天赏月，冬天赏雪，夏天纳凉，还可以看萤火虫。哎，你看那儿有一片空地，娘准备种一些青菜，再养一些鸡鸭鹅。哎呀，娘还在院墙外面种一些凤仙花，给我们真娘染指甲。娘，真娘想吃葡萄。好啊，那就在外面支个葡萄架，
给我们真娘种葡萄。娘，你刚刚说的这些都能成真吗？当然了，一定能成真的，娘答应你啊！来，真娘，起来了没？早起来。真娘，桌上有俩煮好的鸡蛋，路上带着吃。哎，爷爷上工了啊，来放着给我。哎呦，你去上工吧，乖。给我真娘，快，让哥来。上工。爷爷，我来。怎么还不上工啊？我还有一会儿呢。哎，去上工。哎呀，知道了。爷爷，娘，我出门了。哎，午饭不用等我了，我下午还要去绸缎庄上工呢，路上慢点儿。给水伯问好啊！哎，吴伯，哎，真娘出门啊？上工去了啊。慢点儿，慢点儿。真娘来啦！哎，早早。水伯，哎，早。哎，早早。哎，真娘。哎，早。真娘，来把那茶叶收了。好嘞。店家，来壶茶水。哎，来了。水伯，我去招待。好。客官，您喝点什么？有什么推荐的呀？要不您尝尝我们今年新上的鲜春？行，就来壶鲜春。哎。客官，您是扬州人吧？你怎么知道我是扬州人？牛皮糖乃是扬州的特色，况且这扬州人啊，素爱喝荤茶，以咸食就茶水，这两者并在一起，并不难猜。小姑娘，你还真是见多识广呀。您的鲜春，泡一会儿再喝啊。好嘞。来，我帮您。哎，不用，我来。哎，搭把手的事儿。谢谢啊。客官，您是做皮货生意的吧？可不是嘛，这些啊都是我从庆阳进的货。要说这皮货生意，在徽州最大的老板是焦科，不知道大哥可曾拜访过？你说这个焦老板呀，我也知道，可他做都是大宗买卖，像我这种小商户啊，根本不放在眼里。我就算过去了，也拿不到货。我倒是有一办法，或许可以让您从焦老板那儿拿到货。此话当真？不过有些事情难以宣之于口。懂，姑娘，给我来壶你这儿最贵的麝仙莲心。哎，好嘞，水伯，来壶麝仙莲心。来了。这个焦老板吧，他在城西有一个相好的半开门，这人呢也会经常顺带一些皮货回来卖，您不妨去他那儿看看。多谢姑娘。哎，客气了您，稍等。哎，好。收下。师伯，您怎么给我这么多呀？要不是你啊，我的麝仙莲心发霉了也卖不出去。那我就收下了。哎，收下。这刚刚我看了磨坊的账册，这1、2个月间呢，又少了好几笔单子呀。石金河惭愧啊，没能留住那几个大师傅。六哥，这是怨不得你呀，这是祖宗的规矩定的，大师傅们的工酬1年1涨，咱们给不出来，人家自然是要走的。那些忘恩负义的混账，
也不想想，他们制墨的本事是从哪儿学来的。走了倒好，省得我一个个发配。老板，这墨怎么卖的？客官若要，1两银子得卖。就你这墨，也配卖1两银子呀？客官，这当然是上好的墨。二位，请喝。不是本地人吧？啊，这天下极品的墨皆在徽州。这徽州墨中的上品啊，有落墨、李墨、沉墨。你这个墨怕是徽州3岁小孩都做的，还敢卖1两银子？去别地儿卖吧。我这走吧。大叔，来者是客，要不请您喝杯茶？这不要钱的，来吧。多谢您了。大叔，可否借我看看您手中的墨？多谢。这题款看起来甚是特别。这墨中还加了诸多不同的辈分，这用料竟比骆家的还要多。此墨产地沿海之地，姑娘好眼力。此墨品质不俗，依我看，这墨卖上1两银子不算贵。姑娘说的不错，这墨中加的材料倒还在其次，难得的是用材。墨中用的并非普通松材，而是生于沿海之地的黑矮松。黑矮松，古籍有云：黑矮松，色如胶，触如凝脂，取之入墨，当为上品。只不过因其生长缓慢，终年也长不到1丈高，故而尤显珍贵。这些墨是我费尽功夫才弄到手的，没成想价格一降再降，仍是卖不出去。外地多认徽墨，而这徽墨又只认3大家。这墨的妙处啊，说了也没多少人愿信。您也别太丧气。依我看，此墨既然用材特殊，和墨技法也不同于本地，您不然可以卖给墨坊作为参照。就像您方才说的，徽墨3大家，这任意一家想必都会高价收下。这竟是我从未想过，多谢姑娘指点。别客气。您这墨，姑娘慧眼识珠，赠他之恩无以回报，这方墨便当回礼。好，慢走啊，两位。好，这水哥。好。慢走，结账了。走，等我一下，我拿着笔。你把这不用拿着，快走，我们路上吃。走。水波。水波，今日这人怎么多得出奇呀？哎呀，今天是骆家选松材的日子，要是被骆大少爷看上了，那可得大大的发上一笔财呀！这人能少吗？骆家不是有自己的松厂吗？骆家得了供墨权以后，订单量自然就不同以往喽。还听闻呐，骆家前些日子还接了个大单，恐怕就是这个缘故吧。难怪这几日看到他，越发的目中无人。水伯啊，这里怎么有个文书啊？临安陈家？那定是老陈他们走的急落下的。你腿快，
赶紧给人家送去，别耽误人家的事儿啊！哎，我这就去。多先倒水果。哎，总算，哎呀，哎呦，总算见上你们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这文书落在水滩了。感谢你了，珍娘。可惜啊，老天没给咱这个命，真是辛苦你白跑了一趟。这文书啊，没用了。这松才遴选提前结束了吗？还没开始呢。哎呀，莫提莫提。那骆家少爷啊，还没等我们介绍，直接扫了一眼就责骂我们说，就这等次品也敢卖到我们骆家来？你说我们连见松师都没见到，就被赶出来了。算了，我们啊，伺候不起他们骆家。可我们如此多的松材，这骆家要是不收，谁还能收得下？哼！你说说这事儿闹的。我也许有一个法子，可以让骆家高价收下你们的松材，但若是你们得了便宜，可不能四处张扬。哎呀，有了有了，多谢多谢多谢。等我想。说话。剑松师傅，突然害了疾病，来不了了。怎么不早说呢？松木遴选，那要选出最好的上品来。这么多的木头，我一个人选得过来吗？大少爷，这灵石我实在是找不到人呐。这是徽州，最不缺的就是磨坊，去给我找。找不回来你也别回来。喂，鞋掉了。谁跟这儿捡笑呢？这不是当街退婚、惊世骇俗、誉满徽州的李珍姑娘吗？骆大少爷客气了，我能享誉徽州，还不都是拜骆大少爷所赐？哎，李珍姑娘抬举我了，我充其量只是个趁火打劫的，这火还不是我放。哼，幸亏这火灭了，要不然还不都得被骆大少爷您强取豪夺了去？倒是了解我。嗯，李珍姑娘到我骆家磨坊来，所谓何事？我方才听闻你们缺个剑松师傅，我便是来剑松的。你剑松？这儿每一块松木都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去鉴定它们，凭什么呢？就凭我是芝墨五杰之首李金水的孙女，我打10字起，瞧的便是墨书料丹，区剑松而已，又有何难？口气不小。骆大少爷，可敢与我一赌？我们各自选松，若是我选的跟你一般无二，那便说明我担得起剑松的名号，拿得起剑松的酬劳。若是你输了呢？若是我输了，那这方墨便是你的了。就这质量的墨，配跟我家少爷打赌？好，就以此墨为注。若是你选得好，不但酬劳归你，我外加10两的彩头。啊，少爷，如何？一言为定。李珍姑娘，该你了。这么小年纪的会看个啥呀？会不会看啊？让一让啊，让一让。
选好了啊。来。看着吧，我李真从不干如此龌龊之事。哎呀，有点意思啊，李真姑娘。啊，真是有点意思。那就请骆大少爷言出必行吧。哎，带李真姑娘去骆家账房领银子。是，大少爷。哎，等等，骆大少爷，您当真就选中这3家了吗？李真姑娘言下何意啊？可这最好的松材不在此处。那真正最好的松材在哪里？好，成交。林安成交。哎，哎，好了，来，小儿，我马上就到。这木头颜色又黑，木质又粗，别说我家大少爷，我都没见过如此劣质的松材。你当我们傻子呀？一般而言，上等松材色淡，而木质顺滑，但古籍有云：黑矮松，色如胶，触如凝脂，取之入墨，当为上品。只不过因其生长缓慢，终年长不过1丈高，故而尤显珍贵。这便是你所说的黑矮松。骆大少爷，您不妨再仔细看看这方墨。骆大少爷醉心制墨，要辨清真伪，想必不难。哎呀，李真姑娘，这黑矮松为上品。平安，入库登记。好，切记，给我把这批松木放在南面仓库，切勿生潮受了虫害。记下了。因生长之地潮湿，黑矮松的存放也与普通松材不同，必要置于避光阴潮之处，否则取之入墨，墨块极易干裂。李真姑娘，收好你该得的银两。需要上称吗？不用，数清楚了，分文不少。对了，骆少爷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今日我来见松是临时起意，还望你不要四处声张。好说，正好我也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坐。哎呀，没那么多规矩了，坐。丫头，我想请你来我骆家上供，如何？骆大少爷，您的为人我还是避之不及的。我的为人你又如何知晓？若想对我做评判，说别的都没有用了。我这一生不过一个墨字，田家宵小玷污墨，我便恨；你心中有墨，我便喜。你们家有好的和墨的方子，我便想不择手段地拿到手里。我惜你在墨上的天分。天分又不代表喜欢。徽州这地方，墨叶才干多如牛毛，有的人跟他痴缠了一辈子，结果又如何呢？
我这点天分呀，也就骗骗你骆大少爷的钱够使了。你喜不喜欢，我看得出来。常有人说，某些人对某事某物极有天分，只是心思不在这儿，虚度年华，埋没了自己，这不是废话吗？不喜欢不痴缠，那不叫有天分。即便偶有灵光，那也只是一时的机灵。丽珍姑娘可不是机灵，方才变松之时，我看得清楚。若是平时你对陌上不下心思，又岂能点得如此透彻？再有，丽珍，你家已经除族务，李金水发誓不再做墨。你若真想在墨道上有所作为，你不来我骆家，你还有更好的去处吗？我也是奇了，我是女子，你收我与行规不符，更是与李骆两家利益不符。你就不怕这李家再把祖师玄奇请出来，乌泱泱的上你的门？啊，我给你看看东西。这是我姑姑骆梦真在我3岁之时送我的。可以这么说，骆家的墨业有一大半是我姑姑骆梦真打下来的，那不也是女子？规矩，规矩是做什么用的？是用来成事的。成事之中，如果需要破规矩，那就破啊。那姑姑，朱墨勾天眼底沉，今年春尽不知春。满徽州，我唯一敬重的人，就是我姑姑骆梦真。哎呀，骆大少爷，这说到底不过是你家剑松师傅今日病了，你需要一个灵工而已，怎么又莫名生出了这么一扯的话？我听不懂。至于我走不走墨业这条路，更是与你骆大少爷毫无关系。告辞。对了，方才忘说了，这黑暗松得避光保存。不信，你去查古籍。进祖。迎神。你猜怎么着？今天我给骆家见了回松牌，就赚了20两赏钱。怎么了娘？我挣了钱还不开心啊？你爷爷今天非要回主家参加李家百年祭，我怎么拦都拦不住。百年祭？他去干嘛呀？咱们家已经被除族了，去了岂不是自取其辱？可不是嘛！你爷爷倒好，非要把你哥一起拽过去。真娘，真娘！跪！拜！兴！起！跪！拜！兴！八爷不是被除族了吗？百年大计啊，祖宗可以不认八爷，但八爷不能不认祖宗啊。
响。这八房脸皮也够厚的呀！八叔，您这个教子无方的长辈，就别在这碍眼了吧。你，李正良，就是因为你爹贪杯误事，害得李家丢了供墨权，还丧了我夫锦旗的命。大家说说，他们有什么资格在这祭拜祖宗？八爷只不过是在祠堂门口祭拜，又没进去，李家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对呀，我咄咄逼人，我们家人都让他逼死了，我还说不得了。他们就是李家的罪人，别说是在这祠堂门口，就是在歙县，在徽州，他们也不该有脸在这待。别在这弯腰磕头了，你们这些丧门星，在祖宗面前，你们这辈子都直不起腰，活该一辈子被人戳脊梁骨。爷爷，咱们走吧，礼不可断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赶走！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？正良，正良，正良，当家胡闹，让祖宗蒙羞，我们万万做不得。爷爷，正良，做不得。李家被你们八房害得如今这个地步，你们还有什么事儿做不得的？我要是你们，就该去九泉之下亲自向锦旗、向列祖列宗赔罪。要不是你们，我们家锦旗就是李家下一任当家的，我就是李家的主母。你们八房欠我的，这辈子都还不完。锦旗媳妇儿，你有恨，就恨我吧。恨你管用吗？恨你我们家锦旗能活过来吗？你们都该去死，都该去死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我们马上就走，我们马上就走，我们马上就走，我们这就走，我们这就走。李正良，百年大计，胆子也太大了！你还你谁呀？啊！别打！哎呀，爷爷，你没事吧？瞧瞧这一下子，啊，嘴巴上说做不得，干的都是蛮横撒泼的事儿。李真，你有一个山野泼妇似的娘，难怪生出你这个没羞没臊、没人要的便宜货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再说一句！再说一句！再说一遍！看不得不讲！再说一句，田家业，爷爷，再说一句！喊什么喊？今天是我李默百年大计，你们八房要干什么？不是我们要干什么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是他先动手打人的。他动手打人，你们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，他就去打你了。真娘，真娘，好，今天这个日子，我便先不跟你们纠缠。爷爷，我们先回家。走。李金水，你还有脸来拜祭祖宗？先是你孙子偷盗磨坊，你又让真娘去骆家变松谋利，好一个智墨武节，好一个丁齿名士啊！真娘，什么变宗？事到如今还装傻，不觉得恶心吗？够了！这磨坊一事，大家有目共睹，是田洛两家算计我哥。就算我哥一时失察，可你们当众拦轿，逼得爷爷丁齿名士，这桩公案也算是两清了。至于卞松，是因为我想为了家中还债，迫不得已便跟那骆文松赌了一局，我没有别的心思。我爷爷更是不知此事，你莫要血口喷人。是我血口喷人，
还是你李真巧舌如簧？大家自会清楚。要不是你七祖母疼你爱你，若是依我，早就让你们滚出歙县，滚出徽州，一辈子受苦，永世不得翻身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全家一直在为失去公母、失去亲人赎罪。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无力扭转。我们只是希望能过上好的日子，让我们小家得以生存。为何你们连条生路都不肯给我们？非是我李景东容不下你们，而是李默容不下你们这种吃里扒外、败坏祖宗基业的蛀虫。真娘，爷爷，你让我把话说完。陈娘幼时家逢变故，虽尚未懂事，但却深知一切因墨而起。从此墨便成为了我们家中说不出口的禁忌。这些年来，我跟爷爷、娘亲、哥哥一直小心翼翼，对此唯恐避之不及，只想过好我们自己的小日子。可偏偏总是有人盯着我们家不放。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，田家想要爷爷的制墨手艺，而景东叔一再相逼，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，唯恐八房再有翻身之日。无论我们怎么做，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。既然躲不过，那真娘便不愿再躲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在徽州，我们哪儿也不去，我们还要过得比你们更好。景东叔、孙叔母，你们就好生看着吧。三哥，别跟他废话，把他们轰走，轰走！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别动，对不住各位，对不住，别动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别动，都别动，都别动！请福媳妇，我看谁敢动一下，我今天就剐了谁！你要干什么？把刀放下！真娘，真娘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呢？以后，这也是我们八房祭祖的家祠。你胡说八道！家祠是你随便说建就能建的吗？真娘，你要做什么？你站住！祖师爷的画像岂能擅动？张良，把祖师爷的画像请回去。真娘，真娘，成何体统？就算你要祭祖，也不是非要去李家不可。有哪条规矩上写了，我们不能自建祠堂的？真娘，一笔写不出2个李字，那一笔也写不出1个李字。我胡闹办家祠，也好过您愚孝去李家受辱。您今日所为，可有想过娘？想过哥哥？想过我？我们才是一家人啊！爷爷，真娘说的没有错。今日之事，全当你们戏言，以后不许再提。这些时日，爷爷被他们逼得丁齿明示，今日被他们欺负成这般样子，难道我心就不疼吗？我恨您的愚孝，但我更恨我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好你们。从现在开始，
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再欺负了我们家去。他们生怕我们泡沫，生怕我们过得好，但我偏要碰，我偏要过得比他们更好。从今日起，陈娘便当着先祖面前立誓，从今日开始学习墨迹。我要把八房这些年受到的屈辱，把爷爷和爹失去的尊严荣光，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。爷爷，请您教我制墨吧。丁持明示，今后和墨不再有瓜葛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您只是发誓不再制墨，可没有说不能教人啊。不行就是不行，多说无益。真娘，你就别跟你爷爷犟了。我们家这些年的厄运，全都是因为这墨。你爹因墨而死，你爷爷因墨生不如死，这墨害得咱们家还不够惨吗？没错，娘，咱们家跌落至此，皆是因为墨而起，所以我更要用墨将这些全部都挣回来。挣回来？你拿什么去挣？你如何去挣？我劝你，趁早死了这条心吧！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。我要腰板挺直的活着。制墨一事，真娘心已定。爷爷就算不教，我便上各家去学，我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。真娘，你确定这样可行？可行，不过你放心吧，我打听过了，各家磨坊都在招工，我得一个个都去试试。你打算去哪家磨坊？那自然去三爷爷那儿陈家磨坊了。哎呦，要是被人发现了，可怎么办啊？没事儿，先去，发现再说。再说了，若是被三爷爷发现，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哎，记住啊，你帮我瞒住娘，千万不能让她知道。娘要是发现了，非扒了我一层皮不可。哎，真娘，这是你杜姐姐新给我裁的衣裳，我还没穿过呢，你别给我穿坏了啊！知道了，知道，哥，你记住了，瞒住娘啊！啊，走了，你小心点啊！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在这里倒墨，不许胡乱瞎跑，坏了规矩就走人。你去后面倒，好。你用这个锄倒。嗯。你们3个到那边去倒。师傅，这要倒多少下呀？青椒10万锄。哦哦。你只管好好倒，到时自然有人会来查验。嗯。小林。把墨饼拿来，给他们分一下。
三爷最近新招了一个倒磨的小工，不过我瞧着是越看越像李八爷的孙女儿。人呢？那个就是，干活挺下力气，人瞧着也机灵。这人留是不留啊？磨坊招工，能干活就留着。好，让他去眼帮少爷。嗯。老八，咱老哥俩好久没在一起喝两盅了。来，你这突然请我吃酒，说，什么事儿？三哥怕你不吃磨门快了，陪你说说话。来，吃菜。来，你家真娘最近忙活成了？在水泊的石滩上上工，每天啊早出晚归的。哦，你都看见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有话快说嘛！老八，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我说了你不能急，你急我就不说了。那我不急，你说。你家真娘啊，这会儿在我磨坊里上工呢。啊？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点呢？你看，说好了不急。哎，你听我说，我瞅着真娘这丫头挺好啊。哎，人聪明，干活也卖力，应了那句老话啊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打小我就看他是个学磨的好苗子啊。呀，去！你儿子干什么我管不着，真娘不行。开始说了，急了，哎，到时候我教完你别后悔啊。陈老三，把真娘从你磨坊里赶走，不然咱们兄弟都没得做。哎，小的倔，老的更倔。天哪，干都是干，只要能织墨，学好手艺就行。曾大师傅，近日又收了一批学徒，您瞧瞧。锤磨要的是力气，其他磨工都穿着汗衫，你为何不穿？我不热，用不着。是不需要，还是不能？啊，用不着。干什么？果然是个丫头，女子不能制墨，你尽管败坏行业规矩，败坏我骆家名声。谁说女子不能制墨的？这不过是口口相传罢了。哪本书上有成文的规矩说女子不能制墨？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丫头，坏了规矩还嘴硬。好，那你就跟我去文会，辩个清楚。来人，带这丫头跟我走。干嘛？别碰我！我自己能走。胡会长，诸位墨业当家，今日便替我骆家来评评理。这丫头竟女扮男装，混入我骆家磨坊，
败坏祖业门风，实在有辱行业门楣。我今日方知，你曾一品已经可以代表我骆家主事了。大少爷，我伺候骆墨多年，自然与骆家共荣辱。好一个共荣辱！李真，你一介女子，怎可如此女扮男装，混入磨坊，成何体统啊！你丢尽了李家的脸。请东叔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我早已被除族了，我就算丢脸，跟你们李家有何干系啊？好了，既然是来文会辩理，文会自然会给你们一个决断。胡会长，我们徽州墨业素来有女子不得制墨的规矩啊。这不过是口口相传的陈规罢了，并非是落笔成文的定论，如何作为约束？我曾听闻，这骆家姑姑骆梦真于墨氏有经世之才。如今这骆墨沿用至今的和墨技法，便是出自骆家姑姑之手。我想请问曾大师傅，您在骆墨这么多年，难道不曾用过骆家的和墨技法吗？既然用过，一边用女子创办的技法，一边又口口声声义正辞严地说女子不可制墨，真是自相矛盾，忘恩负义。我知道李姑娘剑松变墨一把好手，今日方知这张嘴也不遑多让。这忘恩负义呀，哎呀，说的是真好。我以为制墨讲的是天赋，制得出一方好墨，那管他是男是女，是人是狗呢？家有家法，行有行规。如果猫猫狗狗之辈都能制墨，那我们徽州墨业岂不是反了天了？那你是担心自己的天赋不够，还治不过这些猫猫狗狗？骆大少爷慎言，你拿我与他相比，我是墨业正统。何为正统？制得好墨那叫正统，治不得好墨，数典忘祖。你说说，李姑娘的墨制得如何？回大少爷，他听说荣娇确实学得不错。哎，一句实言。李姑娘也曾来潘家磨坊，听大师傅说，雕版倒是不甚擅长，但十分刻苦。李姑娘，劳烦伸出左手。哎，没事，给他们看看。展开，高举，再高。在座的诸位都是制墨行家，要说这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，全在那手上，仔细的看看。想必诸位富贵人当久了，这手生了福气，脱了老茧，生了新肉了吧？都。既然骆大少爷这么说了，我若再坚持女子不能制墨的口头规矩，岂不是显得我迂腐不化？只不过是我墨业有传男不传女一说。实是，因为女子终究要嫁人，磨坊不能流入外姓。此前李家磨坊险些外泄，李珍姑娘当街退婚一事，想必两位都清楚吧？胡会长，我学墨跟李墨无半点干系，何来磨坊外传一说啊？若是在座的诸位有所顾虑的话，我大不了发个誓，终身不嫁便是了。这，李姑娘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其实，八爷非得怪罪我们不可呀！啊！三爷，三爷，
那李老八到底是智墨无节之首，他为徽墨出过不少力，纵然不知墨久矣，我们也不可忘了他的好。今日若是如此为难他的孙女儿，我想在座的各位心里也过意不去吧。不若如此，我们便给甄姑娘一个机会。她已经惜墨有些时日了，不妨就让她制出一块墨来。到时候大家伙一同瞧一瞧，评一评。倘若甄姑娘果真有制墨天赋，墨业就不能埋没人才。哈哈，三爷言之有理。甄姑娘，你可愿意？爹，多亏了陈三爷爷借我磨坊使用，这可是女儿费了好些时日制出来唯一一块还算质量好的墨锭。爹，你一定要保佑我试墨成功啊！墨色发灰，凝质感又重，还是不行。这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？给娘看看，你制了什么墨呀？别看了，这墨都没有成型。那什么样的墨才算是成型呢？自然是用料精贵，制法纯熟，落笔如云烟游龙。你说这些我也听不懂，反正你爹说了，这墨锭外面做的再漂亮，里面用料再珍贵，终究还是要给人用的。那哪些人用墨，要用什么样的墨，哪有你想的那么复杂？做一块能用的舒心趁手的墨不就好了？娘，你懂得还真多。我哪懂啊，都是你爹说的。哎，你慢点吃，慢点慢点。我出去一趟啊！哎，你这又上哪儿去啊？客官，看一下我的墨，文娘，又好又实惠。看你3天2头的来这儿给哥买墨，何不去那边买个好的？只是哥儿惜字呀，费墨得很。这家中哪儿受得住一直用好墨呀？胡会长，诸位墨业当家，这便是我做的出新墨。这墨一瞧便知烟台烧的老了，捶打也不到位，制的甚是儿戏。不错，此墨既无商货之貌，受不得高价，又无传世墨仪，制作稀松平常，在加墨济济的徽州，着实登不得台面。粗制滥造。这要是我制的墨，我都不好意思进文会的大门。我还以为你会叫八爷帮你。胡会长，来，
品品这方成墨，有如此的胆识，得此一个成字，倒叫我高看你一眼。这用料普通，制法粗糙，只能算是下品墨。看来李珍姑娘以后就……吴会长，我给甄娘出的题，墨也不拿给我瞧瞧？哈哈，三爷。甄娘，你且说说，为何做这方制法简单的墨呀？之前你就应该晓得，这样的墨可入不了墨行诸位老前辈的眼啊。我知道，因为更好、更复杂的墨，我做不出来。这也是眼下我能制出最好的墨了。我也想过添加名贵的用料，可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合墨。既然往上不成，我便想着，那便做一方简单又实用的墨也是不错的。这便是我的初心。制不出这样的话，你也说得出口？还初心？我看你简直是丢人现眼！是我实力不济，我承认，在座的诸位皆是墨业的前辈，看不上这方墨也是情理之中。可是于我而言，我已经尽了全力，担得起问心无愧这4个字。这方墨虽然实属下品，但好在颜色够黑，造价低廉。这无论是坊间记账，还是小儿习字，未必不是一种更优的选择。于此一途，我自认我没有违背自己的初心，故而也不觉得悔。甄娘已经知道今日结果了，最后还请三爷爷将此墨赠予他需要的人，也算是一尽他的价值。够黑，一方好墨啊！好墨，罗大少爷，你莫不是疯了？那是一方下品墨，还好墨。哎，物者有所宜，才者有所失，各处其一，故上下无为。李珍姑娘有言在先，说这方墨价格便宜，适合账房记账、小儿习字。在座的诸位，年幼初习字时，给你们一方上品之墨，舍得用吗？老祖宗当年制出这第一方墨的时候，是为了把心里这点东西记下来，哪里有那么多的规矩？可无规矩它不成方圆，无规矩怎定优劣呀？优劣不分。我们这些磨坊，
我们这些人，这个文慧，他要他干什么呀？徽墨传承至今，徽州磨坊比比皆是。咱们各家拼的不就是一个精益求精吗？对，精益求精乃制墨之本。我问了磨坊的管事，说李珍姑娘初进磨坊学墨不过3、5月之余。敢问诸位在座的初学墨3、5月之士，能否制得出这样一方你们口中所谓的劣墨啊？是啊，文松之言让我想起初入墨行之时，习墨2载，2载啊，才制出平生第一方墨。要说成色嘛，也不过如此。那即使如此，李珍姑娘此时此刻这一方墨不能不算是一方好墨。诸位制墨制得久了，莫忘初心才是。再说了，诸位管得着李珍姑娘制墨不制墨呢？我若是李珍姑娘，我都犯不着接下这一桩考验。我制我的墨，管那么多做甚？诸位如此百般阻挠，是因为心生畏惧，怕有朝一日李珍姑娘制墨大成，以女子之身强压诸位一头，丢失了颜面不成？我们会怕一个黄毛丫头？笑话！那既是如此，此事无需在意。陈娘真这么说？一字不差。丫头这个年纪，对墨的理解，恐怕连你我都自叹不如。他让我将墨赠人，我左思右想，现在最需要他的，恐怕是李老八你啊。老八，你就收了他吧。是，我知道你守规矩，你丁持明示的，你不可以制墨。可没人说你不可以教人制墨呀。文慧封了你这双制墨的手，又没封你的嘴，有嘴还不能说了。李老八，真娘多好的苗子，你收了他又能如何？什么传男不传女，文慧都默认了。老八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君山要是有真娘一半的天赋，我要有这么个好孙女，我甘愿一辈子不吃墨。还有，难道你就不想李墨后继有人？言尽于此啊，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，这个倔老八。景福，爹来看看你。这个呀，是你闺女真娘制的第一块墨，你瞧，叫初心墨。爹在文慧面前丁持明示，永不制墨，也已经退出了墨业。可如今，真娘她要学墨，
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娘，娘，您看谁来了？老爸，七嫂，老爸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金水这第一扣，是为了当日磨坊之事。我愧对七嫂信任，实是理莫罪人。第二扣，是为了七哥七嫂对我的知遇之恩。金水出生庞宗，父母俱亡，亏的是七哥在老太爷面前力举，引我进入墨道，又见七嫂如母，时时在旁照拂，才有后日之成就。这份恩情，金水替云安表。老爸呀，这些都是往事，不提了。这第三扣，是为了我家真娘。七嫂，我以为真娘学墨是一时志气，我也不愿让她受烟熏火燎之苦。没成想，真娘待墨一片初心。我今日在七嫂面前求一个恩典，允我教真娘学墨。何须求啊！我等你这句话等了许久了。老爸，快起来，起来！老爸呀，真娘和你一样有天赋。若是她静音，一个女儿身被埋没，岂不是太可惜了？我答应你。谢七嫂。爹，真娘尽力了，但我不后悔。往后，就算有百般阻挠，我也不会放弃制墨的这一条路。既然磨坊学不成，我便买书自己学。爹，您放心吧，真娘一定努力，让咱们全家过上好日子。真娘，爷爷，您这是？真娘，你过来。制墨之道艰难险阻，你可吃得了这苦？真娘愿意吃苦。好。祖师爷在上，李氏制墨后人李金水，自此伊始，收李氏真娘为徒，受其制墨之道。望祖师爷有其学墨一途，一路昌顺，不负初心。